世界上最漂亮的战机是哪款？有人会说 F-14熊猫战斗机，那后掠翼一变形，是个男人都忍不住。也有人说是达索阵风，因为它全能，海陆空的活都能干。但你要问火力军最喜欢哪一款，那么火力军一定会坚定地告诉你 F-22猛禽战斗机。从来没有一款战机能够像它一样让火力军倾心。它开创了隐身战斗机的时代，在它之前的 F-117不过是一个攻击机，而且还是隐身技术的试水阶段，而这架战机的出现代表着隐身技术已经达成。F-22与 YF-23作为隐身战机的先行者，制定了五代机俱乐部的标准：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性以及超感知力。这4个要求能做到包含隐身在内的其中3条，就可以算得上真正的五代机了。什么性能，什么适不适合，这些都不重要，强是一个版本的事儿，帅是一辈子的事儿。火力军以前也做了好多期关于猛禽战斗机的视频，都在讲着 F-22有多强，但一直都没有表达出一个准确的概念。今天火力军就尽自己所学来尽情描述一下 F-22猛禽战斗机的强大之处，看有多少朋友跟火力军是同样的想法。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财大气粗， F-22隐身战机说退役就退役，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强大，主力五代机占据世界1半的数量。毫无疑问，美国就是五代机俱乐部的大掌柜。F-22与 F-35树立了当今世界五代机标杆，如果再算上竞标失败的 YF-23与 X-32，那么美国就拥有了4款五代战机，这绝对是实力的象征。作为现代立体作战中的重要力量，空军往往能对战争进程与结局产生重要影响。在具备超强态势感知能力与先进航电系统的五代机面世之后，立马成为空军中的宠儿。F-22作为五代机的第一位老大哥，即便后续小弟们都现世了，但 F-22在江湖上的地位始终不可撼动，稳坐全球最强五代机的宝座。F-22面世的时候，空军可是将其当成了宝贝。作为五代机的标杆制作，是目前唯一一个满足 4S 标准的战斗机，超隐身能力、超音速巡航能力、超机动性能、超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别的大话不敢说，美国另一款五代机 F-35、俄罗斯的苏57以及中国的歼20都没有完全满足 4S 标准。没办法，这是美军中真正的吞金兽，单价2亿多美金。美国用了超级多的黑科技养大的，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一点也不为过。1997年首飞，2005年列装，2011年停产，期间只生产了187架。如今 F-22已经服役了17个年头，但它在军事技术上掀起了一波巨浪。F-22猛禽采用了外倾双垂尾的常规气动布局，主翼和水平安定面采用了相同的后掠角和后缘前掠角的小展弦比的梯形平面型。这种气动布局让 F-22的隐身性能达到最佳，正面雷达反射截面甚至只有 0.0001 平米，是目前所有五代战机中隐身能力最强的，远超其他五代机。在发动机上装备了2台 F119推力矢量引擎，还采用了2元矢量喷口。即便 F119发动机的数量不足，但 F-22的高出勤率仍未受到影响。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F119仍是世界上稳定度最可靠的发动机之一，具有寿命长的特点，达到1万多小时。而苏57的发动机性能还是不错，推重比也还说得过去，但这款发动机也继承了苏俄制的老毛病，寿命短，只有3000小时。F-22还在空中自由飞翔，俄罗斯的早就不知道大修几次了。不仅如此， F119这款发动机维护保养还十分简便，需要的工具出奇的简单，全面拆装所需要的工具只有6种。门口老大爷的5金店就能轻松配齐。训练有素的地勤人员维修这个发动机，跟给孩子维修玩具一样简便。不过 F-35所用的普惠 F-135就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容易维修了。F-119赋予了 F-22能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以 1.8 马赫进行超音速巡航，像什么眼镜蛇机动、垂直90向上飞行等高难度动作信手拈来，在低空领域甚至可以做到贴地飞行。当初 F-22正是因为优异的机动性打败了 YF-23。
机动性几乎无敌，就是拼得过它机动性的也找不到它。而超巡带来的中距拦射优势更是意外之喜，并且 F-22 的态势感知能力、情报收集能力以及通信能力也是非常强。除了腿比较短，通讯数据链自成体系之外，没啥大毛病。整体而言，其他五代机面对 F-22 那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F-22 装备的 APG-77V1 雷达是所有战斗机中最先进、功能最强大的，并且体积巨大，是阵风与台风战斗机雷达的2倍多。大伙儿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一寸大一寸强。在现有先进雷达技术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 APG-77V1 雷达还是比较无敌的。最初版本采用的 APG-77可以对161公里范围内进行目标识别。90年代后期对 APG-77的原始要求是，对使用单一雷达涂料，在最大探测范围内对目标的拦截概率为86%，这已经远远超过4代战机的性能。如今 APG-77V1 与 F-35的雷达使用相同的技术。猛禽战斗机飞行员曾公开表示，可以看到5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算 F-22 没有隐身能力，也比其他战机危险得多，因为它拥有着比任何其他飞机都要大的探测范围，唯一能接近 F-22 的也只有 F-35，所以 F-22 除了隐身性能以外，其他方面同样很强大，这也是 F-22 能够稳坐5代机榜首的原因。可以说，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 F-22 现世之后，在战斗机领域就已经是无敌了。F-22 是一骑绝尘，不是 F-22 满足了5代机的 4S 标准，而是 F-22 定义了5代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虽说 F-22 很少投入实战，但美国可是经常进行实战演习的。当初美国用 F-15、F-16 来模拟苏27与苏30，结果却是 F-22 击落敌机241架， F-22 仅仅损失了2架。当然，5代机面对4代机有着巨大的代差优势。作为第一款隐身战机，装备美军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5代机不知道图纸画出来了没有，所以 F-22 至少在正式装备美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战斗机领域都属于一种碾压状态，其代价也是巨大的。 F-22 平时就需要停在耗费巨大的恒温车库，主要还是因为 F-22 所采用的涂层是一种纳米级别的纤维材料，这种涂层类似于毛刷，需要垂直于战斗机表面才可以做到隐身的效果。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导致 F-22 隐身涂层非常容易脱落，这使得 F-22 异常娇贵，需要进去恒定的湿度以及温度的环境，才可以保证涂层不会出现脱落的情况。也就是说， F-22 只是停在那儿，每天都是大笔大笔的钱，只是 F-22 维修保养的时间比较长，很长，每飞行一次都要做一次大保健。这种保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隐身锡箔涂层的维护上面，因为一旦锡箔涂层受到损坏，将会使得雷达横截面积迅速升高，严重影响隐身性能。如今其他国家也是紧跟美国脚步，纷纷亮相自己的5代机。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 F-22 身上许多家伙事儿，放到现在已经稍显落后了，尤其是面对出现比较晚的苏57等， F-22 只凭借20年前的技术已经无法进行彻底碾压了。再加上美军下一代战机还没有那么快面世，所以把现有 F-22 进行软硬件方面的升级，以此来获得更强作战性能。毕竟 F-22 在美军6代机出现之前是绝对要做到碾压其他国家的，这也是美军一贯作风，要么我做出最先进的，要么我升级出最先进的。这也是 F-22 正式列装以来的首次升级，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 F-22 等了其他5代机10来年呢？美国空军与洛马公司直接签订了108亿美元的合同，主要是对 F-22 的航电系统、后勤系统进行升级，确保 F-22 能够服役到2060年。平均下来，升级一架 F-22 需要花费一架 F-35A 的价钱。在这次 F-22 重大升级计划里面，硬件升级被称为增量 3.2B， 软件方面的升级计划则被称之为更新6。美国曾在98架 Block 30、35批次的 F-22 身上完成增量 3.2B 的升级计划，其中一个重点便是让这些 F-22A 具备发射 AIM-120D 和 AIM-9X 2种新一代空导弹的能力。
AIM-120D 中远距离空导弹的最远射程便达到了160公里。另外还有美军将要装备的 AIM-260 联合先进战术导弹，这是一种主动雷达导引空对空导弹，射程更是达到恐怖的260公里。优先装备的便是 F-22。你们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五代机拿什么跟它打？至于更新6软件升级计划，主要还是为 F-22换装新的机间飞行数据链，为其提供与其他空军战机间的互联互通能力。通过这一次的软硬件升级计划，还会为 F-22配备最新机载电子防护系统与定位系统在内的新装备。通过这2项升级计划，美国空军今后配备的 F-22战斗机，一方面具备比现在更强的对敌方战机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未来作战中更好地与空军其他战机进行配合，能够发挥出更加优秀的整体作战效能。那就这个层面而论，此次 F-22重大升级计划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初俄罗斯苏57隐身战机服役后，同样也在军事圈掀起轩然大波，随之而来的便是苏57与其他3款五代机的对比。这里面热度最大的话题便是苏57与五代机开山之作 F-22的对比。很多人会觉得苏57作为后起之秀，不说性能全面碾压，至少打个来回还是没问题的。五代机的对比离不开隐身这一项，逃不了的便是进气道，因为这玩意儿实在太影响隐身性能了。理论上来说 F-22与苏57采用的都是加莱特进气道，不是在实际设计上，两者思路区别却是大的出奇。这里面引出2架战机进气道最大不同，一个采用了 S 弯，一个几乎是直肠子。F-22拥有典型的 S 弯，发动机中线与进气道中线间隔了不小距离，从外形上实现天然屏蔽。至于苏57的解决方案几乎是完全重合，苏57的大部分发动机叶片都与传统战机一样，从进气口与各位坦诚相见。没错，苏57的进气道就是2个强反射源。尽管俄罗斯宣称会通过进气道的等离子发生器进行遮拦，但至今各位也没有见到这个神秘武器。采用 S 型进气道的话，对发动机推力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同样发动机，采用 S 弯与直肠子，性能会有3%到5%的区别。打一个简单比方，在一条笔直的大马路飙车，当然比弯道更容易加速。而美国这边之所以能忍受 S 型进气道带来的影响，就是因为 F119这个先进发动机，加力推力最大可以到155千牛，推重比更是达到10，因此可以哼着一首无所谓，一面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但俄罗斯这边就不一样了，有方面苏57是在苏27基础上研发的，进气道调整空间本来较小，而现阶段采用的发动机最大推力也达不到 F119的程度。如果进气道再转个弯，那苏57的高机动性就没了。所以权衡利弊之下，苏57只能选择这种进气道。不过直肠子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前方内侧襟翼能够单独上下摆动，拥有一个类似于压缩的效果，比 F-22的进气口调整方式更多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苏57拥有优异的超机动性。但在隐身性能上面，苏57损失就大了，雷达反射面积达到 0.4平米，相比一般认为 F-22的 0.001 平方米的反射面积，完全就是数量级的差距。而这其中，这个大直肠子进气道功不可没。五代隐身战机最突出的优势就是隐身与超视距打击，所以这些五代机很难在战场上面对面博弈。五代机战斗一贯原则就是先敌发现，先敌摧毁，双方都会凭借自身的隐身性能寻找对方。不过苏57的隐身性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 F-22在战场上相见毫无优势。火力军估计，如果苏57与 F-22同时上战场，可能 F-22先将自己完全隐藏，等发现苏57醒目的标识后一击必杀。在这种情况下，苏57强大的机动能力可能毫无用处，就被单方面碾压了。这也证明这2款战机实力并不对等。俄罗斯的战机技术传承自苏联，当时苏联关注更多是战机机动性与速度，像那几个坐着火箭的战机，不就是这里面的典型吗？
所以苏俄制战机在保证性能方面达到要求后，就开始无限堆动力。也正因为这种设计思路，苏俄战机在动力与机动性方面非常强。另外，俄罗斯将飞机机身设计得很薄，如果只看战斗力、近距离格斗的话 ，F-22并没有优势。除了前面所说的苏57直肠子进气道影响隐身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影响严重，那就是苏57弹舱设计得非常不合理，采用了前后分布2个内置长弹舱的设计，符合当今五代机的弹舱设计思路，但相比于其他五代机，苏57的内置弹舱过于狭小，尽管载荷性能不错，但内置弹舱只能携带4枚空对空导弹，甚至不能搭载对地导弹。如果想要执行多用途打击任务的话，对地武器只能挂在外部挂点，这对整机的隐身性能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就不得不提一下弹舱设计离谱的 F-35了。F-35战斗机没有设计侧弹舱，只有一个主弹舱。这还是因为 JSF 计划早期并没有将 F-35定义为一种制空战机，而是可以兼顾制空作战的联合打击战机。同时考虑到未来中距空对空导弹的远弹近打性能，认为可以靠中距弹兼顾格斗弹的任务，所以就没有为携带格斗弹的侧弹舱留下位置。另外 ，JSF 计划作为一种打击战机，在技术要求上对主弹舱做了影响规定，那就是 JSF 战机单个主弹舱能够携带1枚2000磅大型载荷，以及1枚 AIM-120系列空对空导弹，做到空地兼顾。最后一点就是 JSF 2个原型机都是单发战斗机，在进气道与发动机占用宝贵空间后，设计师在战机上能做的就比较有限了。在机身上挖出了2个可以作为主弹舱的空间，而且还确保它的载荷能力符合计划书的要求。在这么一将就之后， JSF 战机居然还真的可以做到符合美军技术要求，并且 F-35还可以凭借弹舱得到大载荷的能力，甚至是现役几款战机中最强的。只是主弹舱携带能力单一，缺乏侧弹舱的这些问题，也给 F-35战机的作战效能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 AIM-120系列到现在都没做到远弹近打，和作为格斗弹的 AIM-9X 始终无法做到兼顾，让 F-35在高烈度空战任务中不得不还得把 AIM-9X 挂到挂架上去，而它的主弹舱只能携带2枚 AIM-120D 型空对空导弹，在现代空战中也显得不合时宜。故而目前美国军队在对 F-35型战斗机的弹舱实施技术改进，据说准备在2025年左右实现靠主弹舱携带4枚 AIM-120D 和2枚 AIM-9X， 也就是所有的空战武器都丢在主弹舱里的能力。说完主弹舱，咱们再说回航电。苏57航电系统并不是很先进，这跟俄罗斯军工电子领域落后有着不小的关系。苏57装备的 N036 雷达最多只能探测到30个目标，并选择8个作为打击目标，但却不具备其他5代机 EODAS 系统的功能。这是一种高分辨率动态成像的功能，也是区分5代机和其他战机的技术指标之一。为弥补这一缺陷，苏军在苏57机尾安装了辅助雷达，这进一步削弱了苏57的隐身性能。与苏57相比 ，F-22这边就好得多了。虽然已经服役10来年，但在设计之初 ，F-22就已经完美解决整体隐身的技术难题。不仅整机涂抹雷达吸波涂料，虽然维护成本比较高，同时在机翼和机尾部分也做了特殊的隐身设计。F-22容积更大的弹舱设计，也规避了苏57因弹舱问题带来的隐身难题。即便执行多用途打击任务 ，F-22隐身性能依旧可圈可点。这在此前 F-22参与空袭叙利亚的行动中就得到了证实。F-22最前瞻的设计当属装备的航电系统。得益于美国发达的军事电子技术 ，F-22在研发时留下了足够大的升级空间，只是相对来说升级成本比较高。F-22在经过多轮升级后，其航电系统相比于它的后辈们依然不落下风，甚至面对 S-857时还具有碾压性的优势。如果苏57和 F-22战斗的话，一架 F-22理论上可以同时面对3架苏57而不落下风。导弹代购的情况下，
你们觉得 F-22面对苏57以外的战机又能得到怎样的成绩呢？欢迎评论区谈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